AI 异想天开想出来了。大家好，今天终于要来吃2进宫的小森林了。他在冰箱里应该心情蛮糟糕的，像极了被退货的安陵容。今天一共吃8款，都是带馅料的，元素五花八门，还有一个放进备茶专场的，大家敬请期待。斑斓姑姑又生了2孩子，斑斓芒果耶耶，你看一下他们家个头是不是特别夸张啊？不过这个皮子感觉不像好吃米面包的皮子，还蛮诱人的，真的。斑斓芒果，这是耶耶吗？蝶豆椰，哇，好浓，哇，好香，像糯米饭。真不错，里面馅料还是冰的，它外面这个米面包吃起来好像比看起来要好吃很多，还挺有嚼劲的，芒果也蛮有味道的，蛮好吃的，好吃。看来米面包这个东西真的不能加热过度，今天是直接冷冻室掏出来就马上加热去了，好吃。我特意为你选的都是你喜欢的元素，谢谢你啊。哇，这个斑斓有点贵的，25块钱，斑斓凤梨糯香乳酪，听上去跟上一支有点像的，都是很热带风情的。嘿，你看这么多凤梨的渣渣说，这个绿的又是谁？该不会斑斓的乳酪吧？那糯香呢？每一只都还发挥挺稳定的，至少现在都没会不会话说太早啊？也是冰凉馅料。我是吃不出来这个绿的馅是什么东西。我觉得这一款没有上一个好吃，但是也很好吃哎。对啊，但是它是那种记不住的，它是长相模糊的美女。我还单独吃一下这个绿色，还是吃不出来。黄色是还挺好吃的，就是很凤梨的那种感觉。怎么这么奇怪的？那这个25块是不太值，还不如上面一个23块的。不写配料表的下场。哇，这个抹茶的还要贵啊，26块钱，并且这里炸开来了，这就是抹茶茉莉乳酪。对不起啊，我只是觉得抹茶好像没和茉莉在一起过，比较奇怪。到底是怎么样切比较切的好看呢？不错。抹茶还好吃的，微甜微苦，不太涩。它真正像康师傅茉莉花茶，它嘴巴里面那个余味。哦，这个好像是你的发烧水哦。我的发烧水是康师傅的绿茶。哎，这个真的有点好吃，这个比上一个好吃。以后都要这样子加热，这个加热实在是太绝了。外面的包体又是复活的，里面又是冰冰凉凉的，简直是面包医生。哇，这真的好好吃，好喜欢这只。像我那个茶味专场，我就觉得茉莉没这么好吃。这个26块可以付一下。黑芝麻豆乳是为什么这么没有身价的？虽然说21块也不便宜了，但是在他们家还是算比较便宜的。这个像不像个五谷杂粮大馒头了？掏出来跟别人说这个21块钱，别人说黑芝麻哦，还漂亮的黑芝麻豆乳。超香哎，但是我感觉豆乳是危险，因为黑芝麻比较霸道。可是它这个黑芝麻还好吃的，是很纯粹健康黑芝麻糊的味道，柏油马路之地，膝盖摔倒会磕破的程度。微甜，显微镜微甜。豆乳明明看上去这么厉害，为什么会没味儿啊？单独吃它都很难找味儿，好养生啊！这款也还挺好吃的。我到底是为什么一看到这个味道就会买来的？你们来猜一下好了。番茄辣松，番茄猪肉腐乳酪也是扎实的，怎么又是这么乱七八糟的啊？像一个没有打好基础的坏学生。他们家米面包回弹是不好的，有种番茄蛋汤的香气，酸酸甜甜，好吃的啊。好吃。就是我怀疑，要是整头一起吃，肯定会腻死。他把猪肉乳剁成这种小丁丁，再加上肉松的口感，跟外面的包体一混合，整一款都挺有嚼劲的。单独吃了一口奶酪好腻。这只虽然好吃，但是只能吃1/4。以上啊，其实元素都是比较常规的。下面要吃的这3个呢，就稍微会新鲜一点。沉香肉桂核桃可可，我好像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，突然能 get 到香橙了，以前一点都不吃的。有没有人能 get 到我这么抽象的想法？如果说到是可可味的，是男孩子的面包，草莓味就是女孩子。我能看看男孩子这款稍微有一点点空包的，这一坨是香橙乳酪吗？闻上去还蛮苦的哎，我觉得有一点点淡淡的中药味道。我知道了，是因为橙子的皮加肉桂混出来一股中药味儿，怪怪的，没有想象中好吃。我觉得里面完全可以不要放肉桂，你如果说它是 DeepSeek 设计的，我都信。它像那个 AI 异想天开想出来的，有种解决剩饭剩菜的感觉。不过有时候剩饭剩菜也可以做出好吃的东西，就是以前炒完菜之后，我妈喜欢把什么豆角加某个菜把它跟饭炖在一块，那个东西还蛮好吃的。来看一下另外一位男孩子怎么样，这个是摩卡生椰拿铁，超级漂亮，这个粉扑的。这位男孩子怎么会软很多了？软地，感觉已经是太妃糖的味道了。白色的啥味儿啊？那不就应该是生椰吗？也没有啊，主要是哇，这咖啡是真苦啊！它像你喝速溶咖啡没有搅开积在底部的那一层的味道，不过要比这个上面的沉香可可好吃太多。我还蛮喜欢这个的，它那个苦真的是有点被它伤害到的那种苦味儿。你没觉得那么苦哎？有可能我对它的想象就应该跟瑞幸的生椰拿铁那种味道，再结果没想到是美式的那种苦度。但是你平时要是喝惯美式人，应该觉得它还好的。可是你不是喝惯美式的人啊？对啊，我意思就是我对它预期不是很平等。贝贝南瓜桂花酒酿，这是我超级期待，酒酿我很喜欢的，贝贝南瓜一直很喜欢的，桂花刚从静静那个面包里面 get 到的。我希望它不要像沉香肉桂可可那样子很奇怪，大胖小的，空的厉害。它是什么来着？哦，这是贝贝南瓜乳酪，外面一圈应该是桂花，包体可能是酒酿的。桂花酒酿乳酪一点都不好吃的，有点呕吐味，因为它本来就是这个味儿，有点泛酸水味道，因为发酵的嘛。
这边南瓜味道一点都没有了。我觉得吃进去第一口还蛮香的，越吃到后面越想呕吐。包体感觉是没有味道，非常一般的。可是这一只也要25块钱，哇塞，两个莫名其妙的搭配，一个24，一个25。啊，两个莫名其妙的东西50块钱就去了。哦，你越来越生气说，你说这几个好吃的常规元素，它贵就贵一点好了，至少还是好吃的。这告诉我们什么？不要乱尝试啊，还是保守一点。哎，毕竟买面包这种期货也是一种投资，我们要选择稳健型。来做个总结，小森林家8个吃下来啊，我觉得他们条线味道是还不错的。括号仅限常规款，就是你一眼看过去，你好像能想象出来味道了，你就买好了。但是像莫名其妙的搭配，就比如说贝贝南瓜酒酿、沉香可可肉桂这种奇怪的搭配，就不要去选，你吃完之后会伤心。你面包类型哦，属于是大佬带飞型，因为包体其实非常的一般，完全是靠馅料来带的，所以我猜测他们家的素米应该不太好吃，而且这家价格也是真不便宜。虽然个头也大，我情愿它做小一点。我们来评一下最好吃啊，那当然是属于第一只了。对，第一只斑斓芒果滴滴，又不小心要吃掉，它那个芒果就超级点睛。什么叫做画龙点睛？这只呢就是大佬飞中飞，馅料带飞了整个面包，芒果乳酪带飞了整个馅料。其次抹茶茉莉这只不错的，吃完之后可以肆意骂人，嘴巴还是香的，口感也很不错，很软糯弹牙。咸口只买了一个，说起来是咸口，其实还是酸甜口，尝上去味道是好，但是不宜多吃。难吃的这2个大家都知道，我们就不多说了。那小森林吃过就吃过了，我应该是不会回购的，因为我觉得性价比超级低。吃茉莉水，拜拜。